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，阿根廷对奥地利，梅西罚丢了一个点球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点球，只要踢进去，他就会正式超越克洛泽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射手。他踢飞了，那一瞬间，整个球场像是停顿了一下。如果是25岁的梅西，大家会说没事儿，他还有时间。可现在他38岁。对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，最残酷的不是失误，而是每一次总有人问你是不是老了，你是不是不行了，你是不是该下去了。但十几分钟后，梅西进球了，然后又进了一个18个世界杯进球，历史第一。你会发现，厉害的人不是不失手，而是失手之后整个人迅速回到场上，没有自怨自艾，没有低头走神，没有把那个点球挂在心里消化半小时。这场球我看完后，脑子里冒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中国男人。他也老了，也想上场，觉得自己还能打，但他这辈子痛苦的地方在于，他再也没有上场的机会了。这个人叫辛弃疾。先说一句，这期不是体育视频，也不是拿辛弃疾去蹭梅西。我想聊的是，年轻的时候，一个人厉害，靠的是速度、体力、爆发、反应。可到了中年，这些东西会一件一件从自己身上消失。球员是这样，普通人也是这样。20多岁通宵，第二天照常上班；40多岁熬一次夜，像被卡车碾过，要恢复很久。不仅是身体，连心态也会变。年轻时你觉得自己掉下去还能爬起来，试错成本低，摔一跤顶多是疼。中年以后你会开始本能的算，这次折腾值不值，这一步迈出去家里怎么办，现金流怎么办。问题是，当原来那套打法开始失效，人还怎么继续活成自己？梅西给了一个答案，辛弃疾给了另一个答案。两个人刚好都映照出中年最难的地方。年轻时的梅西拿球启动变向连续过人，像刀一样把防线切开，那时候他靠的是腿。可38岁的梅西速度没那么快了，全场飞奔没了，连续冲刺也没了，可他还在进球。靠什么？靠站位、耐心、节奏，靠那种我比你早半秒知道球会到哪儿的阅读比赛能力。说白了，年轻时靠爆发，现在靠脑子。你看他现在踢球，会觉得他不像是在和人拼体力，而像在跟时间做交易，把每一次体能都花在值钱的地方。这个情况太像现实了。20多岁的时候，我们的打法很简单，拼体力、拼时间、拼谁更敢扛。老板一句话连夜就干，客户一个电话凌晨也能出去。可人到中年，不能再靠拼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，也不能指望每一次都用蛮力硬冲过去。不得不学会取舍，学会把有限的精力投到最关键的节点上，学会承认我不可能什么都做，然后把真正能决定结果的那几件事做深。但面对这个问题，辛弃疾比梅西惨得多。一提辛弃疾，大家都能想到他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好像他很文雅，很书卷气。不是，辛弃疾年轻时是个狠人。他出生时，北方已经被金国占了。22岁那年，他参加起义，后来队伍里出了叛徒，杀了主帅，准备投降金国。辛弃疾干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，他带着几十个人夜闯万人敌营，把叛徒活捉回来。想一下那个画面，22岁，几十个人冲进5万人的地盘，把人绑回来。他是能带兵，能在混乱里把局面扳回来的那种人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勇气，而是那种真正见过血，也真敢把命压上去的人。很多文人写豪气是想象出来的，辛弃疾不是，他的刀气是真的，战场经验是真的。他不是在书房里幻想如果让我带兵会怎样，而是他本来就知道仗该怎么打，人该怎么用，局面乱的时候该怎么稳住。翻译成今天的话是，公司出大事了，别人都慌了，只有他敢带人冲出去收拾残局。但辛弃疾的结果却让人胆寒，他仍然会，仍然能打，却没人让他上，那种感觉很多中年人都懂。明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明明知道项目怎么救，明明知道团队该怎么带，可决定权不在自己手里。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朝错误的方向走，然后在事后被拉出来背一部分责任，或者被要求去收拾残局。辛弃疾回到朝廷，最该干什么？当然是北伐，把丢掉的土地拿回来。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，一辈子都在想。他不是喊口号，是真的拿方案写 PPT， 美情实论9亿，一遍一遍告诉朝廷兵怎么练，仗怎么打，北方怎么收。去看那些文章，会发现他不是一个只会喊打回去的热血青年，而是一个连军政、后勤、地理、士气、民心都想过的人。
换句话说，他不是只会冲锋，他连中年以后最值钱的东西经验、判断、全局观都已经有了。可南宋朝廷里很多人不想打仗，因为真打仗意味着要动利益，要花钱。那最舒服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让辛弃疾写词，别让他带兵，让他做地方官，别让他碰军权，有麻烦了拉出来救火，火灭了再放回去。这是不是很像很多中年人的现实？我们不是输给了能力更强的人，而是输给了一个根本不想赢的系统。我们有经验，有判断，甚至知道公司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，可公司不想改，老板只想稳住眼前。那时候最尴尬的就是我们这种真想把事情做成的人。慢慢的我们会发现，组织有时候不是在筛选最能打的人，而是在筛选最让人舒服的人。谁不提太多问题，谁不逼着系统做太痛的改变，谁就更安全。辛弃疾的问题恰恰在于他提了太多问题，太想把事情做成了，所以讲辛弃疾不能用怀才不遇4个字，太轻了。他的悲剧是一个本来该上战场的人，只能在书房里写战场。我们读他的破阵子就知道了：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没有书房气，没有花鸟气，全是军营火光号角马蹄杀气。最狠的是最后一句，前面都还是梦，结果镜头啪的切回现实，可怜白发生。他不是在感叹我老了，他的意思是我还想打，可我没有战场了。更难受的是，我们能从这首词里看见一种撕裂，身体在现实里慢慢老去，精神却一直停在战场上。中年人的痛也有点像这样，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能力没有出口；不是没有热血，而是热血无处安放。我为什么会从梅西身上想到辛弃疾？因为他们刚好一明一暗。辛弃疾痛苦的是他还有能量，但没有战场；梅西厉害的是他老了以后居然还能留在场上，不是硬撑，是真的在改变比赛。他做对了一件特别难的事，承认有些东西已经没了，然后重新组装剩下的自己。速度没了换位置感，爆发没了换节奏，满场飞奔没了，就把每一次触球都变得更值钱。更扎心的区别在这儿，梅西老了，但他还在一个允许他重新定义自己的系统里。阿根廷愿意围绕他调整打法，教练愿意接受38岁的梅西继续比赛，但辛弃疾没有这个命，没有人愿意围绕他的能力重新设计舞台。所以最后梅西把老去踢成了记录，辛弃疾把壮志写成了词。一个还在恣意拼搏，一个只能在夜里挑灯看剑。前些年我也会本能地抓住年轻时那套打法不放，我以前就是靠拼命的，现在也只能继续拼命。我以前靠体力，靠加班，靠亲力亲为，以后也只能这样。可问题是，我们的体力、注意力、恢复能力都在往下走，如果还用旧方法硬扛，最后不是赢，而是把自己一点点耗空。所以难的地方不是承认自己老了，而是承认我必须换打法了。这句话听起来像认输，但它是一种更高阶的求生。我不再跟时间硬碰硬，我开始学着重组资源，学着把经验、判断、审美、识人、节奏感、取舍能力重新组合起来。辛弃疾没等到一个允许他重新定义自己的系统，也没等到一个肯把战场交还给他的时代，他只能把一腔用不完的力气写进词里，写进那些看似豪放，实则全是失落的句子里。而我们比他幸运一点，至少还有机会做选择，换赛道也好，换工作方式也好，开始学 AI， 做内容，做副业，做出海，把自己从纯体力型选手慢慢改造成判断型选手。毕竟青春那套硬冲的打法不灵了，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式继续把这球踢下去。